当你仰望星空，会看到数以千亿计的恒星。可你是否想过，宇宙如此辽阔，为什么我们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外星文明的回应？这正是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费米悖论核心。从概率上看，宇宙中理应充满了智慧生命，可现实却只有一片静默。一直以来，人们都默认太阳只是银河系里一颗普通的恒星。但若有人告诉你，太阳的普通其实是极其罕见的宇宙奇迹，更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外星文明的关键原因，你会不会重新审视脚下这颗蓝色星球？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深入这个普通而惊人的理论，看看太阳到底有多反常，以及这些反常如何决定我们是否孤独。如今，一个解释费米悖论的大胆理论正在学术界重新流行稀有太阳假说。该理论抛出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或许不是外星人不愿意说话，而是绝大多数恒星根本没给生命演化的机会。在宇宙中，只有极少数像太阳这样温和、稳定且长寿的恒星，才能给生命留下足够的时间，从简单到复杂，从细胞到智慧。大多数恒星要么脾气暴躁，频繁爆发剧烈辐射，要么寿命短暂，还没等生命起步就走向了消亡。换句话说，宇宙中不是没有文明，而是大多数文明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这意味着我们脚下的这个世界可能依赖的是一连串几乎不可能的宇宙幸运。若这一假说成立，答案可能比宇宙很安静更令人不安。在浩瀚宇宙中，人类或许真的很孤独。在谈论为何找不到外星生命迹象时，一个非常普遍的自然观点认为，恒星系统本身可能存在太多不利因素，使类地行星上的生命难以出现。就像稀有地球假说的观点认为，地球并不是一种常见类型的星球。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月球稳定了地球自转，板块构造循环着生命所需物质。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都考虑进去，似乎确实有理由认为地球生命的各种限定条件在宇宙中极其罕见。但矛盾的是，生命在地球上的起步其实并未花太久的时间。简单生命的化学基础似乎不需要依赖那些稀有因素，而且形成过程也相对容易。真正的难题在于，生命能否继续向复杂演化。地球上的生命虽然确实演化了，但在第一次光合作用诞生前以及多细胞生命出现之前，始终停留在极其简单的形态。这两个关键步骤都花了异常漫长的时间，其演化才姗姗来迟。这或许暗示着宇宙可能充满了简单生命，但可以继续往更复杂方向演化的少之又少，最终诞生出技术文明的更是极其罕见。而人类恰好就是那极罕见的幸运儿之一。更残酷的是，除非一个文明能存续数十亿年，否则很难与其他文明相遇。或许智慧生命在银河系中才刚刚萌芽，像《星际迷航》里多个种族互相接触的场景，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不是因为没有外星文明，而是还没来得及诞生。真正的银河交流时代仍在遥远的未来，或许20-30亿年后，银河系会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可惜你我无法亲历。不过，稀有地球假说有个不太被重视的变量，它只考虑了地表生命。如果生命诞生在拥有液态海洋的冰封卫星内部，比如木星的木卫2和土星的土卫2，其能量来源则主要是内部加热，而不是恒星光照。这样的生命或许能绕开稀有地球的限制，并走出另一条演化路径。遗憾的是，这类生命可能永远困在冰层之下，无法突破束缚接触外界，更谈不上发展出可以与人类交流的技术文明。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正是这个变量引出了我们这期内容的核心——稀有太阳假说。如今，科学家已发现成千上万个拥有系外行星的恒星系统，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加。还有一点可以确定，行星在宇宙中绝不稀少，其数量甚至比银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几倍。但诡异的是，至今仍未发现另一个与太阳系配置类似的星系。
太阳系缺少一种宇宙中极其常见的类地行星——超级地球。那有没有可能太阳系曾经有过，只是后来被引力踢走了？还是说太阳星云在形成行星时发生了某些意外，让太阳系在宇宙中成了异类？这还引出了木星的问题。木星的存在以及曾经可能发生的轨道漂移，是否让太阳系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如果是的话，那你真得谢谢这个大个子了。若没有木星的引力清理，太阳系内的小行星撞击会频繁得多。地球生命可能至今还是最原始的简单生命。至于土星在这一切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目前依然一团迷雾。土星嘛，总是喜欢藏着点自己的秘密。种种迹象表明，太阳系的配置或许并不寻常，而这种不寻常恰好影响了地球的形成位置与方式，并可能是地表生命得以出现的关键前提。当然，还有一种理论不容忽视——胚种论。该理论认为，生命之所以能在条件允许的第一时间出现，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起源于地球，而是搭便车来的。比如，小行星或彗星撞击其他星球后，将携带生命种子的岩石抛向宇宙，最终落到了地球，这就是所谓的岩石胚种论。这些种子可能来自火星，或者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恒星系统，例如太阳诞生时所在星团中某个比太阳系更适合生命的邻居。要知道，太阳刚诞生时，周围的兄弟恒星彼此距离很近，远不像现在这样四散分离。你会不会很好奇，在那混沌初开的时代，夜空会是怎样的壮丽景象？不过，太阳的稀有性直到最近才在天体生物学中受到关注，这就是稀有太阳假说的由来。科学界基于恒星温度给恒星分类已经有超过1个世纪的历史了。而且我们还知道，太阳并不是宇宙中最常见的恒星类型，最常见的是红矮星，占银河系恒星的 70%， 其次是橙矮星。而像太阳这样的 G 型恒星虽算常见，但在银河系中的占比只有 8% 左右。此外，这种分类方式其实非常粗糙，即便同一类型的恒星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细微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随着观测技术还在不断增加。可直到现在，科学界仍未完全搞懂，为什么温度和颜色范围相似的恒星，其行为会相差那么大。于是，关键问题来了，太阳会不会是 G 型恒星中相当稀有的变体？如果是，又是什么让它如此的与众不同？说实话，科学界目前并不知道答案，只不过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对耐人寻味的线索。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太阳似乎异常安静。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反直觉。我们经常能看到太阳爆发耀斑，日冕物质射击地球，甚至在极光或电力故障中都能感受到太阳的暴脾气。可事实是，如果把太阳的活动与红矮星相比，尤其是年轻的红矮星，太阳的暴躁程度简直不值一提。红矮星的耀斑强度比太阳高出几个数量级，其爆发范围同样远超太阳耀斑的距离。这样的极端愤怒，足以把原本拥有水且适宜生命存在的类地行星，直接烤成无菌的裸岩星球。虽然有研究认为，红矮星的耀斑可能更偏向两极喷发，其轨道上的行星或许不会被直接击中而幸免于难。不过，韦伯望远镜对红矮星系统 TRAPPIST-1 的观测显示，那里的行星如今几乎都是被包光大气层的裸岩世界。关于太阳过于安静的第一个明确线索来自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开普勒的主要任务是寻找系外行星，通过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投下的微弱阴影作为行星存在的证据，甚至还因此发现了著名的塔比星，一个拥有疑似外星文明且可能领先人类文明数十万年的恒星系统。若要识别行星凌日时的微弱信号，你必须精准区分恒星自身的活动噪声和背景干扰。对 G 型恒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开普勒要寻找类地大小的行星，其能力已经逼近极限。可观测结果却出乎意料，开普勒视野中观测到的其他 G 型恒星比太阳吵了整整 50%。换句话说，在当时的观测范围内，没有一颗 G 型恒星像太阳这么安静。这些过高的活动噪声让开普勒根本无法从中筛出类地行星的信号，因此他没能在类太阳恒星周围发现任何地球大小的行星。这或许意味着
我们一直把太阳当作 G 型恒星的典型样本，却不知道太阳其实是异常安静的例外。当然，由于开普勒的预算有限，其设计初衷并不是为了找地球大小的行星，而是观测更大质量的行星，比如超级地球或气态巨行星。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带来了不少异常案例，比如前面刚提到的塔比星，以及一些奇怪的光变曲线。而且开普勒数据还有一个问题，看到的 G 型恒星年龄参差不齐，其中比太阳年轻的比比皆是。要知道，年轻恒星的活动通常更强烈，随着年龄增加才逐渐安静下来。接下来你可能会问，会不会是开普勒的数据被年轻恒星带偏了？太阳在年轻时可能同样暴躁，但生命还是撑过了那段至暗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太阳在同龄时期中可能依然是正常水平。直到5年前，一项研究给出了更清晰的答案。研究团队筛选了与太阳转速相似且年龄相近的 G 型类太阳恒星，并把年轻恒星完全排除在外。结果显示，太阳确实比许多同龄恒星更加安静，但并非独一无二。在这类恒星中，太阳的噪声活动属于最安静的1/3。这些发现虽然只能算线索，但已经在暗示一种可能性，或许只有在像太阳这样足够安静的特殊恒星周围，地表生命才能顺利演化。真正的问题是，那些稍微活跃但还达不到极端的恒星，会对类地行星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太阳过去可能同样经历过高活跃期，而我们如今依然存在。还有一种可能，太阳一直莫名其妙地保持着相对平静的状态，偶尔爆发的耀斑也没超过生命的承受阈值。当然，并不能排除未来某一天，太阳会突然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暴躁，突破生命的生存底线。甚至还有人推测，正是活跃年轻恒星的耀斑，启动了早期地球大气中关键化学反应的能量来源，比如促进二氧化碳生成，让地球足够温暖，为生命演化提供温床。这一切都是猜想，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都不会影响地下生命。只要行星或卫星位于恒星系统的合适位置，哪怕液态海洋被冰层覆盖，生命都可能在岩石或冰层的保护下继续繁衍。就像地球最古老的生命那样，不依赖恒星光照，只依靠内部能量生存。最终让生命走向终结的依旧是太阳。随着太阳光度不断增加，海洋蒸发，气温飙升，将地壳变成翻滚的熔岩海，生命无处可逃。稀有太阳假说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打破了人们的默认认知。我们一直以为太阳是同类恒星的正常样本，却忽视了太阳的普通其实是宇宙中的罕见幸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假说可能正是宇宙大寂静的答案。或许沉默并非文明的缺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绝大多数恒星都没给生命留出长大的时间和环境。而我们恰好诞生在一颗异常安静的恒星周围，最终成了宇宙中罕见而孤独的存在。那么，在这颗罕见的恒星旁，人类会不会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还要等未来更多的观测数据来揭晓。但至少现在，你可以深刻地了解到，脚下的地球和头顶的太阳，其实都是宇宙赐予生命的珍贵礼物。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此类内容，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见。